沙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拜登麻烦来了，美沙上演断崖式分手。大家好，欢迎来到赵特产观察室。食言这种事儿发生在美国身上再正常不过，只不过很多国家忌惮美国的军事实力害怕遭到报复，并不敢站出来进行指责，这也进一步的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但是有些国家也不是美国可以惹得起的呀，这个国家就是沙特。尽管他们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但是面对白宫的言而无信，他们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跟美国翻脸，让拜登也尝到了食言的苦果。根据媒体的报道，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近日突然宣布将会进一步减产石油，减产的数量是达到了116万桶每天。那么要知道，在去年的10月份，欧佩克加组织就已经做出了日均减产200万桶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美国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要知道，降低油价是美国用来解决通胀高企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沙特减产石油的决定无疑会让国际油价飙升，大大增加了美国遏制通胀的难度。实际上，早在去年，美国总统拜登曾亲自前往沙特说服他们增产，结果沙特还并不买账，依然是领导欧佩克加做出了日减产200万桶的决定。而这一次，沙特又带头做出了每天减产116万桶的决定，这要是和美国翻脸的节奏。毕竟美国最近经济动荡很大，如果这个时候能源价格再飙升，很可能会导致美国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不过美国也怪不了任何人，因为他们食言在先，才导致沙特做出了减产决定。据悉，拜登政府一开始做出过承诺，会在油价下跌时购入沙特的战略储备石油，结果在最近的白宫突然改口，这让沙特十分恼火，因此就出现了沙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这戏剧性的一幕。在分析看来，拜登的食言的做法让美沙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断崖式分手的局面，这意味着沙特已经确认将会执行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经济策略，而同时沙特这也是在向白宫传达一个信息，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沙特已经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为美国的利益而服务了。而和减产的决定相比，这才是拜登遇到的最大麻烦。要知道，在美国中东战略当中，沙特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是现在呢，沙特却不再以美国马首是瞻他们正在结交新朋友。在中国的帮助下，沙特和伊朗还上演了世纪握手，这也就预示着美沙之间的关系正在上演着断崖式分手的一幕。而白宫在中东地区也已经不占主导地位，看到这一幕，拜登你说他能不着急吗？但是着急有什么用呢？说到头这一切都是怪美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怪不了任何人。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